欢迎回到中产同温层，一起为资产与生活加成。我是 Money。2024上半年，房地产的热度大喷发，各地区的预售屋出现排队抢房人潮，各种FOMO买盘，加上新青安的激励，中古屋的库存也快速的减少。果然，歌舞升平的时刻就是准备出大事了。应该是从7月份开始，网络传出贷款灾情，有一些人买了房子之后跟银行对完保，贷款还没有拨下来，还要排队等待时间。不然就是房贷的条件变差，利率变高接近 3%， 或是成数减少变成7到75成。这些都还不是最惨的，如果你还没送件，现在很多银行至少需要排队1到2个月，有些还要排到明年，银行还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更惨的是，部分银行已经暂停收件了，你能不能贷到款可能还是个大问号。我就有2位朋友3年前买的预售屋，因为不是第一间，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要用现金交屋了。好险房价也有增值，脱离成本区还有一些安全空间，心理上不会这么恐慌。但是整件事情真的很奇怪，明明很多人办理房贷都出现这样的状况，新闻也说是限贷令的影响，但央行、金管会等相关单位却又说没有限贷令。可是网络上房贷被卡住的状况又持续增加，你的房贷也有被卡吗？欢迎留言分享，让大家了解真实的市场状况。今天这一集就来讨论限贷令究竟打到了谁。首先我们来了解什么是限贷令。目前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指银行的水位已满，所以拨不了款。这来自于银行法72之2条，很多人俗称为房贷的天条。这一条是说，商业银行的住宅及企业建筑放款的总额不可以超过存款总额以及金融债券发售额的 30%。简单的说，就是房贷的总金额不能超过存款的 30%。但其实这都是常态性规定，过去几年也有接近满水位的状况，尤其出现在下半年。只是今年真的是比较严重，很多银行都面临满水位，而且下半年才刚开始。当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央行在今年8月邀请各家银行喝咖啡，在喝完咖啡之后，银行的核贷状况没有好转，甚至更加剧烈，于是限贷令的说法就像病毒一样疯狂传播。但严格来说，央行并没有一道特别的命令限制贷款，只是提醒各家银行要降低不动产的放款集中度，希望从 37.4% 降为过去的 35到 36%， 为的是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看一下这个公式，如果你是银行，你会怎么做呢？要么是降低房贷的总额，要么是提高其他贷款的总额。所以你有没有觉得最近的信贷电话也变多了？但多数人并没有信贷的需求，无法像股神一样信贷买股，质押再质押，杠上开杠。加上信贷的还款通常压力跟利率都比较大，而且它的借款规模很难追上房贷，所以最有效的做法还是减缓房贷受理，是不是就很像现在的状况？那为什么政府各单位都不把事情讲清楚，到底能不能贷款，彼此都在鸡同鸭讲呢？这就要说到政府单位有各自的目标，谁也不想背上民怨的锅。首先72之2不动产天条跟金管会最直接相关，所以金管会的立场只要银行不要超过 30% 都 OK， 而央行又另外关注不动产的授信集中度，所以请银行提出未来1年内不动产的总量自主管理计划。而行政院的立场就更简单了，新青安是赖总统的主要政策，目的是帮助首购青年买房自住，所以如果条件符合却碰上银行不给贷款，不就代表总统的政策无法落实？这对新政府的公信力会是很大的伤害，所以行政院的立场一定是确保新青安政策能够顺利落实。至于实际承办房贷的银行，则是压力最大最倒霉的，因为他们要符合央行与金管会的规范，以及要完成行政院的新青安政策，又要兼顾银行本身的放款业务的盈利与风险控管。以目前的处境来说，难度真的很高，我都想送银行朋友夹心饼干了。因为按照常理来说，银行业的本分本来就该挑选更有还款能力的客户，或是调整利率平衡风险。加上房贷其实是很不赚钱的业务，所以为了满足以上的目标，已经满水位的银行当然会直接说不承做了，还没有满水位的银行就只能延缓承做房贷业务。就目前的状况来说，这一波影响最大的有谁呢？首先是近期交屋的人影响最大，因为迟迟无法拨款，可能会有违约风险，赔了定金。买预售屋的人，因为建商是整批送贷款，所以可能会比个人买中古屋的多一点机会。至于换屋主的话，大家默哀3秒，哪次不打？明明也是自住客，但常常被一起 K。第2间以上的购屋者自己也要有心理准备，额度给首购都不够了，怎么可能分给你？多屋主的话就不用说了，但没关系，我知道你还有钱，招式很多，不太需要别人担心。
从时间的角度来说，交屋越近的越紧张，越往后的越有应变空间。而房贷受限对市场造成了哪些影响？首先是成屋或中古屋市场急缩，因为买方很有可能贷不到款，取消交易，部分有急卖需求的屋主就会降一些价格换取现金。房仲业绩当然大幅下滑，这阵子会比较难受，要处理很多 trouble 交易纠纷，或是干脆放假好了。预售屋的市场目前影响不大，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交屋还有2-3年，到时候情况应该会好转。可是如果满水位的状况持续，中古屋市场长期量缩，产生价格松动的话，不排除会连带影响预售屋的买气与价格。现在虽然不能说是完全的买方市场，但至少不是之前那种极端的卖方市场，买方可以趁这个时机好好议价。所幸最近赖总统表态要保障自住首购的权益，行政院各部会与央行终于彼此沟通，寻找交集，频繁找银行开会，对于现阶段的状况给出新的方向与做法。首先，安全名单是已签约对保的买方一定要核贷，我觉得这个是十分合理的，都对保完了，当然要给人家贷款。再来就是首购自住会优先承办，如果你符合以上的条件，还遭到银行的刁难，借不到款，央行还设置了申诉专线，让你可以直接客诉到央行。接下来是未受保障的名单，如果你是第2间以上或是高总价换屋主，就需要自求多福了。为什么说总价也会影响到？因为现在有行库考虑要降低高总价的案件，锁定2000万上下以内的房贷，以及中南部承作件数，让更多人可以贷款。而建商的土建融与余屋贷款也算在72+2的水位里面，这些额度会优先让给自住购屋的民众。其中土建融就是建商买地盖房子的贷款，这多少会影响之后开案的数量。但因为连续几年的房市多头，大建商赚的比较多一点，有体质可以承担，对于小建商而言则会比较有压力。另外，本次会议中银行还有提出2个建议来舒缓72+2的水位。第一个是原本就不算在72+2的危老都更，在都更后所盖好的新建案整批售屋贷款，也就是分户贷款也不计入72+2。第二个是把海外不动产排除在72+2以外，但以上2个建议央行都还没有同意。如果政府都做了这些调整，水位还是持续满，会怎么样呢？我会分成市场走向与政策工具这2个面向去讲。首先是大家最关心的房市怎么走，必须承认贷款短缺对房市一定是负面的影响，只是这个力量能不能拦住其他的力量，例如经济成长、通膨、供需等。因为银行水位是动态的，有在注意总经或有看浩哥频道的都会知道，从生产力周期来看，储蓄水位应该还在成长的轨道上。如果水位上升，还是持续有人买，甚至买到满水位，在这样的买气之下，房市整体市场还是会向上。而部分资金断裂无法贷款的买方，当然会造成市场的一些波动，只是这个波动要大到影响整体市场翻转往下，我觉得它会比较难一点。房地产的价格有僵固性，在所有资产的变化中是比较滞后的，只要保留资金弹性空间，都还有时间做调整应变。只是市场的状况会从原本所有市场的参与者的筹码均匀上涨，变成部分参与者落队急卖离场，待局部的短暂卖压消化完毕，又会重回轨道。任何投资都是一样的道理，有保留资金的人掌握住机会，再加上政府还有一些工具，一直都有在控制房地产的风险。如果银行水位再持续不够，政府还有可能使用哪些工具？以下不负责任，纯个人猜测。第一个是提高72+2不动产 30% 的授信水位，这个几率最低，因涉及修法影响金融稳定性，政府也容易背上炒房的锅。第二个，把新青安移出72+2的计算范围，几率不高，但是相对合理，因为法条本身有除外规定，鼓励购屋储蓄放款。如果真的选这条，应该会部分比例放宽，以免对市场情绪造成过度刺激。第三个，新一波的信用管制，几率最高。针对第2户贷款成数从6成调整成更低，或是把目前受限的7都会地区扩展到全台，这是相对合理的做法。最后给各位中产朋友的建议，如果你现在正在卡房贷，你可以多比几家，包含农渔会、寿险业或是其他融资管道，也可以询问你的银行窗口，侦办房贷寿险能不能优化条件，还可以跟卖方协调是不是能够延后交屋。毕竟这个非常时期，大家都知道有开口有机会，他也希望交易顺利。资金不够的赶快下车，自用买方赶快认真看房，保留现金水位，本多终胜。希望这集影片有帮助到大家更了解限贷令的状况与政府想法，也欢迎留言给我。感谢你帮本集的影片按赞、订阅、加分享，把它传给被限贷令影响的朋友。这里是中产同温层，一起为资产与生活加成。我是 Money， 下次见。